大家晚，我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介绍是公运人士郑春琪老师，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海军舰长吕律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一开始我带你来看到的是川普上任100天了，现在要发表一个100日演讲，结果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最棒，史上最成功，大拇哥送给你。”原因是因为这段时间以来，他说了以前人家不敢做的事情，现在我通通都做了。没有一个总统敢说中国不是优先，是美国优先，我做到了。听听他的原话。145% tariffs on China, and that is basically That's an good. embargo. They deserve it. It'll raise prices on They everything from deserve it. electronics to clothing to building houses. You don't know that. You don't know whether or not China's going to eat it. That's mathematics. China probably will eat those tariffs, but at 145, they basically can't do much busines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y were making from us $1 trillion a year. They were ripping us off like nobody's ever ripped us off. 你有没有听到他说 eat 他会把它吃下去？结果呢？结果现在看到人家是不贵就是不贵，然后呢也没有回应。川普有一点生气了，原因是因为呢现在他发现怎么会有人胆敢在美国里面直接说那些关税是我加上去的。好，这个是呢，如果现在到了 Amazon 这边，前一阵子说有人买东西发现了多了一行，他们可能要标一个关税，就是后来关税价是多少钱，让你知道原本物品多少钱，现在关税是多少钱，这让白宫气坏了。听听他们怎么说。So isn't that a perfect crystal clear demonstration that it's the American consumer and not China who is going to have to pay for these policies? I will take this since I just got off the phone with the president about Amazon's announcement. This is a hostile and political act by Amazon. Why didn't Amazon do this whe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iked inflation to the highest level in 40 years? 他问的是先前为什么拜登那个时候经济那么差，通膨那么差的时候你不这样做，你现在要这样做呢？后来呢，其实人家 Amazon 有出来解释了，他的讲法是说，确实内部有这样子的一个讨论但问题是呢，现在出来了，我们没有批准这一件事情，而且不会实施。大家想问的是，其实贝佐斯先前不是才好不容易跟川普达成了某部分的协议吗？感觉两个人呢现在状态还不错，所以就问他们两个状况怎么样？结果呢，Caroline 怎么说？他说我不会讨论他们的关系，但反正他们是有通道话，而且总统也确实表达了他的不满。其实如果说你现在是海外的观众的话，你去美国网站买 Amazon， 确实你在结账的时候会发现某部分呢，它其实是有标注关税或运费是多少钱的，但是国内先前是一直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所以呢会让川普很不开心，因为东西确实是有涨价嘛。比如现在 Adidas 就直接讲啦，我要卖给美国的商品有可能会变贵，大部分啦我们已经很努力的都移开了，移出中国了，但还是有一些还没有办法移出来，那这一些就会反映在关税价格上面。其实美国企业主已经开始抱怨了，很努力在实施，但是产线是说搬明天就能搬的吗？而且呢他们还讲了轴承，我们现在想买美国制的都买不到，所以你要在美国建立一个产链，其实呢真的很困难不是你想的这么样的容易的。甚至呢在第一任期，川普第一任期，也就是201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100日，他就职100日，有一间美国工厂很开心搬回美国，结果呢万万想不到，今年他就职100日再去看，没想到这个工厂又搬回中国了。大家就想问，所谓的 Made in USA 是不是已经是梦想工厂不存在了呢？创纪录，美国跟中国在打关税战，结果发现了美国3月的贸易逆差激增到1620亿美元，这表示什么？这表示这个问题逆差的问题真的是来自于中方吗？又或者其实你这一些作为影响到的是美国消费者，货架上面现在空荡荡。美国财长讲啦，说不会啦，没有关系，大陆制的婴儿车已经调涨了25%了，而且大家都提前进货了，不用担心。但事实上，大部分的比如说婴儿汽座啦，或是婴儿推车等等，他们有很多是在中方制造，从中方进口。那接下来呢？大家想问的是，有没有想过你这个关税战要打多久？回过头请教一下郑老师，您怎么样来看？对于这一局，川普说我大获全胜，史上最成功。
川普这个百日有时候是百日维新嘛，创造新机，这个革新，但也可能我们人走了之后就是百日，也可能是完蛋了啊，就不知道是哪一种百日。但是我觉得应该先从主流的角度来批评他，一定是骂他痛。我是一个非主流啊，等一下有我的观点。主流在讲他怎么样，就说你这个家伙把所有的体制都破坏了，你把司法也破坏了，你把舆论也操控舆论，你看那些发言都是操控舆论，然后你制造内部的族群对立，然后呢，你把这个很多这个所谓就移民啊这种破坏了很多原来美国的价值，更重要是怎么样？他这个让美国人失去信任。原来支持他的，到现在这个支持度会下降，这个是他内部说真的卷起千堆雪，当然就吹我是最成功的啊！我砍了多少，我砍了多少，他当然是自吹自擂。对，另外他最左邻右舍，那所有的关系几乎都得罪光了，这个也是过去所未有的。但从我的角度，我为什么同意他讲说他是最成功的？因为没有川普，这个世界不会变化啊。中国大陆为什么叫川建国？因为有川普。帮中国大陆建国带来多少无穷的助力，包括台湾。我是一个长期反美的人，刚刚讲的站在亲美的角度都骂他哦，那些亲美已经受不了他把体制破坏，把价值破坏，把信任破坏。可从我一个反美的角度，他真的贡献非常大，特别在台湾，我们台湾长期被美国人控制，完全膜拜美国。这次难得民调调查出来，我们对于美国的信任开始下降。对我来讲，我这一辈子。最高兴这件事情，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突破，竟然因为川普之功，忽然间发现这么大的作用。你说我怎么不能不赞美他的成功呢？他的成功说真的，给整个世界带来很大很大的变化。从美国单极独大独霸，到现在很可能就像多极，说不定将来就是两强。你刚才提到川普这一仗，特别是关税。他对内一直吹他什么移民动得多成功啦，他这个效率多少啦，减了多少的这个不浪费开支，可是他不敢面对啊。这100天，他其实一上来有关俄乌战争，一天搞定，结果到现在都没搞定。然后打关税仗，要把中国摆平，就中国不贵，这些说真的都非常难堪。我看他最新的讲法是怎么讲，说对内完成的很好，下个阶段100天之后才要对外，这当然是假的嘛。过去100天。他搞了多少对外的工作，基本上是失败，特别是关税这一仗，中国看起来是挺住了，而且如果继续打下去，很有可能真的川普会败。从一般人的角度，他已经是颜面扫尽，从一开始势力，然后到后来内人，然后一直让，到现在很不要脸，讲说中国还在跟我谈啊，人家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多次的正式的否认，完全没有跟他接触，这个家伙就可以厚着脸皮继续讲。你看一开始那个媒体问他在抢话，硬是压过去，他就是根本不让对方有机会来跟他核查事实，来就面对事实。他用这一套在搞啊。当然那些红脖子的，他原来支持者不得不信他，如果不信他，整个就崩溃了。但是我跟你讲，再一个结论，他的出现真的是人类之间的奇葩，让整个世界格局开始改变。他说中国吃不了，受不了。我跟你讲，某种程度也许彻底大家脱钩，形成2个阵营，各自经营。中国大陆对于美国让出来这么大的空间，好好的继续赶快把它扩张。当然它制造业过度，然后很多东西没办法消化，如何能够转换从美国的开始创造新的市场，对中国大陆很大的挑战啊。美国要收回它的所谓的美国为中心，控制它周遭，它就回去吧。我认为这个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有一点可能是不太好。如果中美要彻底的脱钩，我们台湾这些台独这些赖清德借机就要跟着美国跟中国大陆脱钩，这个可是我们不能答应的。不要讲说空间地理上，不要讲说文化历史上，不要讲说两岸的经贸，站在全世界反霸反帝的格局，台湾绝对不应该跟那个恶霸站在一起，然后洋洋自得。这个是对台湾来说真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这次特朗普自己把自己信用搞垮了。台湾内部过去崇洋媚外，特别是崇美、拜美、贵美的，这一次总算开始有人醒过来。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历史的机会。川普的100日开创新机，希望台湾告别美国，重新开创。不过也想请教一下赖老师，原因是因为其实让川普在100日的时候最生气的一件事情就是 Amazon 怎么可以有这样的想法？他甚至直接讲说呢，这个是对政府非常敌意的作为，你怎么看？
Amazon 已经承诺了，绝对不会实施。我们不会把这个关税的这个部分的额外的费用列出来，绝对不会。但是大家要问的是，那你涨不涨价？那如果你涨价，但是你不列，大家也知道，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关税的问题嘛。所以川普说谎，因为关税还是美国人吸收，还是美国人负担，并不是中国大陆吸收，中国大陆负担。那这样的话 ，Amazon 它本身的商品卖到消费者手中的时候不列入，但是却比以前贵了。那消费者来说的话，他就觉得痛苦了，因为我的物价就上涨了，这个就是掩耳盗铃了。所以我觉得川普这样做施压给 Amazon， 说你不可以帮我列出来，这种就是自欺欺人，因为 Amazon 最后他还是要涨价，他不涨价，他就根本就卖不动嘛。这个很简单道理，就是他不可能做亏本的生意。那现在的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美国人认为说，川普认为说中国人活该。那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中国活该？为什么不是美国活该？很多他的逻辑的意思，也就是说，中国卖的产品比较多到美国去，美国卖的比较少到中国来，所以中国赚了美国人的钱。那你现在赚不到美国人的钱，所以你就活该了。那我们要问的几个问题是这样子：是如果你美国不得不买呢？像我们前段时间看到了，像 iPhone 啦、iPad 啦，还有很多3C的电子产品，那你美国不得不买的情形下，我们看到川普第一时间马上把那个关税全部取消，1000多亿美元，所以等于是本来4000亿美元已经少掉1000多亿美元了，只剩下3000亿美元。那剩下的也就是我不减关税，可是你美国也不得不买，像婴儿推车等等的，也就是说我不减关税，你也不得不买的时候，那它就一定会转嫁在消费者上面了。因为中国大陆目前它的态度很明显了，绝对不降价。那也就是说，大陆的商务部已经告诉美国的厂商，也告诉中国的出口商，不可以降价。中国的出口商他们不会降价来卖，那你美国的进口商他就必须要这个自己吸收关税了。我们也看到很多新闻已经出来了，美国自己也承认，他们的最大的进口商已经下令说已经发出订单了，要中国大陆出货，而且他们保证这个整个关税由美国的进口商他们来吸收。这代表什么？也就是代表他们有这个需要，然后也不得不买，但是价格在美国的国内是涨定的。那第三种状况就是这个美国消费者买不起了，然后但是他们还是需要，可是中国大陆也不会降价，那在这情形下那就卖不动了，这叫做禁运。是，那卖不动了以后，那对美国的消费者来说，他需要怎么办？例如说他需要桌巾，他现在买不到了，他需要烤面包机，买不到了，那他面包就没办法烤了。他需要绞肉机，绞肉机买不到了，他如果要从别的地方买，那就很贵。那对于美国消费者，他其实是很痛苦的，他的整个生活会越来越紧张。就好像我们可以不缺鸡蛋，长期这样不吃吗？不行嘛。我们也不能够长期的不使用一些我们生活中必要的东西。我觉得到最后，大家会看到美国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在开始转单了，也就是说，我可以不跟你做生意吧？是，一旦不做生意了，那活不活该，那就另外说了。但是，一旦彼此之间我不跟你做生意、做买卖了，我就跟你没关系了，那你中美的关系就慢慢的就疏离、就远了。我想这个就是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果。是，请教一下小店长怎么看？刚刚主持人有特别提到说现在的账单上面部分的厂家已经把这个关税附加费加在上面了。我手上的这一张就是我们看到它直接就是红色框起来的这个就是关税附加费，直接告诉你，直接列出来是多少。那川普这样做，那个他直接的用很霸道的方式
要求 Amazon 它不能这样做，也就是我们看到这是 CNBC 它出的一则新闻，就是 Punchbowl 这个 news， 它其实它讲说 Amazon 很快啊就会开始在每件的价格上面，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它把这个关税附加费加进去，但是呢，这个就是白宫非常的愤怒，然后呢，而且说这个是敌对的政治行为，然后接下来 Amazon 当然就怂了嘛，就软了嘛，然后他就澄清说，哎，没这件事。然后我们看到美国的商务部长说，哎呀，这真是良好的举措。然后我们看到川普是怎么说？川普说，哎呀，这个贝佐斯就是 Amazon 的老板啊，非常友善，非常棒啊，他很快就解决了问题啊，贝佐斯是一个好人。果然，这就是川普的言论啊。那我们来看啊，其实我们中国啊，对于一个领导人的期望一直都是内圣外王。所谓内圣外王呢，也就是这个是在庄子的天下篇里面所提到的啊，也就是道藏在于内心，对外呢使用的是王道啊。可是呢，我们看到川普他用的是什么？是霸道，而且胡说八道啊，也就是有关于关税的部分啊，他一直都认为是由卖家负责，但是错了，一直都是买家负责。那这个问题啊，在他4月2号提出之前，我们已经讨论很多了。那至于说啊，现在讲说连这个轴承都做不出来，那很正常啊。那个他真的要做轴承的话，他想到那个轴承外面的钢材从哪来，然后钢材解决问题，钢珠从哪来？钢珠解决了，那个滑油从哪来？这一连串的问题，结果发现答案就是 China， 就是中国。所以其实你无法逃过中国的掌握，这才是事实啊。我们看到这张照片啊，这张照片也就是刚刚讲到的那个独轮车的那家公司啊，这是在上任的100日的时候，他还特别的在这里签了一个也是行政命令啊，但是这行政命令跟关税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就是诚如刚刚所讲到的，这家公司已经又回到中国大陆去了。至于说中美两国的这一个逆差，其实就是不断的扩大，而且直接掉下来，创了1990年代以来最高的纪录。为什么这么高？因为除了大家那个预期心理之外，另外还有一个，也就是说，对于你川普的这一些出台的政策，没一个相信的，所以最好先把它买进来再说。可是事实上有很多货柜轮已经上货柜了，可是关税已经加，来不及了。那现在其实有2份的媒体，一个是 Times， 一个是纽约时报，都讲了，现在中国大陆稳坐钓鱼台，然后实际上你要威胁中国办不到的，而且最后川普会先退缩。好，其实呢，在美中大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想问的就是，到底最后得利的是谁？川普讲的是美国又再一次优先，美国人赢了，但又很美国人他们看了账单之后的感受，真的跟川普一样吗？先进广告。回过头来，你来看到的是，当美中在打架的时候，其他人在做些什么？其实呢，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王储他曾说：“中国崩了，世界都要崩了。”是什么时候？2023年讲的。先听他的原话。We have more than 1 billion people. You don't need to see China failing. If you see China failing, it's around 13-14% of the world GDP, and it's around 15 to 20%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If that country falls,Everyone on the planet falls, even America. 好，其实呢，这个川普他除去说去这个梵蒂冈之外，第一个要出访就是沙烏地阿拉伯。但沙烏地阿拉伯王储先前曾经这样讲过，大家就要问，美中下一局，其实很多人都预测，除了关税贸易之外，就是 AI 科技战。来，这个呢是习近平他去上海人工智慧企业去视察，力挺 AI， 而且强调加强政策资源，要加快建成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重镇。所以呢，大家就开始在讲了，说，那目前啦，如果说呢，辉达等等，它有很多东西都卡住的话，那会不会有其他的
门路或者其他的方法在中方这边发展呢？这个辉达的发言人的讲法是说呢，我们拒绝发表评论，但是微软的总裁呢有特别提到了，说量子电脑这个部分不能落后中方，因为美国输不起的。在目前来说 ，AI 以及量子电脑、量子计算这一块是美国他们的重中之重，毕竟到目前为止，确实某些领域上面他们算是领先的。而美国是不是会重写 AI 晶片的出口限制呢？川普其实有讲了，5月有可能会给大家答案，但是呢，他们是会考虑取消3级管制，也就是呢，国与国之间现在有可能变成了不是一个通则，而是国与国之间我们来签到底哪一些可以，哪一些不行。当然，这一些呢，都算是他现在在讲 AI 晶片这一块。当下他最新的一个想法会不会变，还真没人知道。毕竟他双子嘛，他一变就会影响到的是美国的股市。标普500指数呢，现在微幅的上扬，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家看到了科技巨头的财报，还有美国的经济数字，所以呢，开始有一些的信心回笼。再加上川普他最近的这一些讲法，确实也给他们一些比较稳定的迹象。好，可问题是，从他4月2号公布关税以来，蒸发了2.5兆美元的市值，所以让很多人其实是陷入了一种关税焦虑，因为啦，你真的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要讲话，什么时候那个 Twitter 又要再 po 文，就会让很多人没有办法去预测未来，产生了焦虑。而伯德现在已经把这个不确定性呢，就认为是不是要转向中国的科技股了？原因是因为相对于美国目前的状况，中方的科技股其实比较能预测，这真的是一个蛮讽刺的事情，因为大家以前一直觉得中方很多东西不好预测，但现在反而中方比美方还稳定了一些，还好预测一些，所以让有一些投资人开始转向了。而比特币呢，现在也更迭美债殖利率到这个95000美元以下。贝莱德这边的讲法是说呢，中方正从美债转向黄金，还有加密货币，也就是呢，大家现在开始慢慢的在转向当中。而境外机构呢，现在甚至还开始增持中国债券。好，这个在过往来说，其实呢是比较少见的，那也看到了就是一个局势的发展开始不同了。其实呢，中方现在也直言了，在这一场的科技战之外，关税战达到什么样的状况？就是没有美粮，我们其实不受影响，但是美国农夫呢，现在是不是其实他们真的受到了中方不再进美国粮食、玉米啊、大豆啊这些东西的影响，让他们的生意、生活受到了一些的冲击。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美国农业组织也开始讲，关税已经造成了危机，订单取消。货物滞留这一些呢，其实就是包括了猪肉啊，原因是因为他们开始买伊比利猪嘛，粮食开始跟巴西这一边来买嘛，大家就说这个最后受到影响的，其实不就是那一些美国最基层的农民、猪农或者是运输业者吗？美国商界呢，这个焦虑对于华出口将会受到了重创。目前如果再继续把关税战打下去的话，不是只有农业哦，我们刚刚讲的是什么？是 AI 科技战嘛，是一般的这一些物流产业嘛，是零售业嘛，甚至航空业。波音不收了，旅游业，大陆人变少了，教育现在要是教他们没事的话，其实也可以不用去美国留学了。这些的往来其实支撑着美国86万个工作机会。那是不是之后就是对美国全面性的影响？回过头请教一下赖老师，您会怎么样来看？这个是沙烏地阿拉伯之后，这个川普即将要去访问，但过往他们的王储曾经这样讲。我记得他的王储在跟川普对话的时候，可能会谈到川普的贸易战对美国并没有得到好处，想把中国大陆打趴，即使中国大陆被打趴了，美国也得不到好处。这道理很简单。美国的贸易额占全世界20%左右，而中国的贸易额大于美国，超过20%。那中国的贸易大于美国，超过20%。美国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美国它现在打贸易战就是凭借的，因为它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可是它忽略了一件事情是，中国它不但是一个贸易大国，因为它的贸易额超过美国。中国也是制造业的大国，没有中国大陆的商品，你美国所需要的这个市场的胃你填不饱。
那当你的人民填不饱、吃不饱，你用不到东西的时候，你的人民会愤怒的。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所以克鲁曼他就一直在提醒川普，就是说你不能够只从这个大陆赚钱的这个角度来看，你要从你可以买到什么东西。那中国大陆可以买到美国的东西，可不可以到别的地方买？可以的。而他在问的是，你美国从中国大陆买的东西，可不可以从别的地方买？结论是大部分不行。那你大部分不行的时候，你就应该要珍惜你还能够从中国大陆那边买到东西。你一旦从大陆那边买不到东西的时候，你的人民可能就会过上不好的日子了。这才是最大的问题。而中国大陆成为最大的贸易国、最大的制造国，它在未来也会成为一个最大的市场消费国。因为目前它所推动的这个进口博览会，其实就是要把中国打造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国。那也就是连消费都要取代美国的时候，美国就没有任何优势了。那现在大家在谈的是科技的问题了。本来美国在科技方面占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地位，但是由于这将近10年以来，也就是从川普的第一任拜登的4年到现在的川普，他们对中国大陆大打科技战的时候，逼得中国原本依赖美国科技的，他必须要自力更生了。所以中国的科技是突飞猛进，一个一个在攻克。所以为什么辉达英伟达他为什么痛苦不堪？因为他知道中国大陆的量子晶片，甚至中国大陆的 AI 晶片都有可能赶上他，甚至超越他。这个对于英伟达来说的话，这简直是最坏的消息。可是问题就是因为他是美国人，他在美国设厂，所以他得到今天这个下场。现在量子科技这个部分，量子计算、量子通讯，那为什么美国的科学家已经不再有自信了？因为中国大陆量子通讯的实体化，也就是从北京到上海已经在运行了，而美国还没有，所以他们才会说你不能够再自信了，因为突然间有一天你就会发现大陆的量子科技超过你美国了。其实呢，必须要理解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我们在讲科技这一块，那当然了，现在美国它要讲的就是我要保持我的领先地位，但是呢，中方现在已经讲的是举全国之力来支援、来加强，这个就是刚刚郑老师所说的川建国2.0啊。中国大陆最近这些进展啊，我说真的，我都是有点不能够完全确信，真的是这么厉害吗？可是你看这场仗打下来，习近平为什么亲自出马到上海？那个政治动作很清楚啊，告诉方向，给予信心，给予支持。在这个大战的时候，双方的领导人到底展现什么样的气势？川普在自己国内，说真的，跟自己的国内的巨头、跟各个行业都打架，跟隔壁邻居吵架，让人家觉得他这个根本非常的没有一种领导者应有的风范。中国大陆相对这个时候非常的沉稳，包括他们的外交部有理有节，非常有步骤的。那特别在这个时候，其实中国大陆长期就有这种，因为内忧外患，他的民族主义，他的人民为了国家就愿意忍受、愿意牺牲，这样一个传统在那里。所以我是觉得说，现在这一个大战，双方都是憋着气，看谁能够把最后一口气撑下来，看对方先倒。那美国它内部，说真的，我最近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脱口秀或各种各样的反讽，对于川普说真的是不计其数，上街游行的、知识分子批评的、写文章骂的各种各样的专家，包括最核心的这些科技业，他讲那种话其实已经是很委屈了，说我们不能输，我们输不得，那就是很清楚。过去独霸遥遥领先，甚至过去讲说再怎么样把图纸全部给你中国，那你也做不出来，哪晓得现在这个危机感出现了，不到多久啊，这1-2年之内忽然间形势反转。而中国大陆刚才讲说，他有这个抵抗的传统，现在严格讲如何凝聚上下，中国大陆内部现在状况也不少啊，失业问题蛮严重的，这个生产过剩，然后一下子新的市场还没有办法开拓，内需市场的转换是需要一个相当痛苦的期间。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凝聚说，这真的是跟打仗一样，像俄乌战争的时候，你说像中东战争的时候，人民说真的哪有可能像过去那样过好日子？如果有这个认识，有这个力量能够集中，能够撑住，
看到国家的大方向，双方一交流，从上的领导者到下面的人民之间，那么这场仗未来是可预期的。我当然是希望美国能够输，所以他那个资本家那个担心，我认为是太好了。这个担心就应该让它落实，因为这一改变之后，未来整个世界的格局真的是会不一样。所以中国大陆这次老百姓也几乎大多数是挺着，说真的，内部的压力受苦也不少。我还是由衷的希望说他们能够把这仗挺过去。习近平的政治动作非常非常清楚，散放一个讯息：这场仗一定要在科技上一定要赢。至于其他的外交的，刚刚后面谈到农业的，那些都是一种整个辅助的车翼。总体的布局，这一场仗是100年未有的机遇，也是1000年的变局。希望中国能够打赢。好，请教一下小舰长。我们常常讲啊，台湾跟中国大陆一直是制度之争啊。那以制度之争的话，我想请问一下，现在我们台湾在忙什么？忙着大罢免不是吗？可是我们看看对岸他们的领导人在做什么？也就是他的中央政治局其实在做一个集体学习。这个集体学习不是最近才开始，而是 routine 的每一个月每个季都在做，只是每一次进行的方向并不相同，然后媒体的曝光度也不同。那这一次我们所看到的，也就是习近平主席他直接到了上海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参访或者是调研。那其实他到的是所谓的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那这个社区里面呢，那其实它有100家公司，其实都是在强调人工智慧的大模型、专业孵化加速平台。这个也就是我们突然看到 DeepSeek， 大家觉得中国大陆怎么可能这么厉害呢？那只是人家一直在努力，我们一直都在原地踏步，甚至还退步，然后只在政治上面不断的着力。实际上来讲，我们靠的只有台积电，但是对不起，台积电现在等于就是美积电了。不是我个人这么认为，是所有的这一个外国媒体都是这么讲。现在台积电就被美国抢走了。去年我们看到那个央视的春晚啊，它有这么样一个内容，其实我那时候一直在抓头啊，到底是在干嘛？它其实是在辽宁的沈阳。那这一个分会场，我们看到这一个会场里面满满的都是晶片，满满的都是高科技的一个想象，而且他这边还讲勇担科技自主自强的时代使命。大家能想到这到底是什么状况吗？这个就是在告诉我们，其实中国大陆这些科技园区绝对不是只有上海这一个，在东北也有。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是辽宁，就辽宁的沈阳分厂也有这个意向。那正好上个礼拜我到大连去，大连也有这么样一个高新园区。那它高新园区当初习近平主席是怎么说这件事的？他说要又高又新。我到那个地方去，感觉不是像在内科，感觉像是在竹科，也就是它的道路以及它的基础建设其实都是没话讲。然后在里面走来走去，我最老，为什么？因为都是年轻人啊，也就是我不知道他们在进行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孵化器，但是这就是跟郑老师报告，其实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个高新园区到处都是，只是没有提到。等到我们看到产品，我们看到 DeepSeek， 我们看到语数科技的时候，美国吓一跳，我们追不上。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继续来说。好，回过头来看到的是川普，现在他万万没想到，跟他真正对着干的不是只有中国而已，还有他的老邻居加拿大。加拿大选出了新总理了，川普就职100天的时候，这一位卡尼赢得胜选，说永不屈服。来听他怎么说。America wants our land, our resources, our water, our country. President Trump is trying to break us so that America can own us. That will never, ever happen. It is true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betrayed Canada. Our old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s over. Who I voted for would be the best to take care of Trump, because Trump is, I'm sorry to say, and he shouldn't even b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because he is, we need a strong person so that we could stand strong. 非常有礼貌很 gentle 的一个老太太说，我真的很抱歉，我必须要这样讲，但她真的很生气，因为被逼掉了。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打法，让加拿大人打出他们的爱国情操，甚至呢，本来自己讲是什么小川普的这一位保守党的党魁，现在讲了，我也要跟自由党来合作，我们要一起防止川普对我们的并吞。基本上卡尼这一次赢得胜选，很多人说川普的助选助攻啦，因为他其实算是一个素人，再加上呢，先前杜鲁道他在带领的执政党确实让他们民调一直往下降，可是现在呢，他强调自己在危机处理上是最棒的。他说，成平时期你不需要我，但是危机处理的时候，你可能会认为我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这么一句话确实打动了他们的选民。而现在呢，加拿大怎么样在抵制美国货？就是你会发现他们在买东西的时候会找这个枫叶标志，有没有？强调我是国产的，加拿大设计的，我是加拿大来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在加拿大这边已经激增了。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加拿大他们目前是怎么样的一个群体氛围。甚至呢，有人是这样在解释的，说其实啦，这个是加拿大的《环球邮报》他们所刊登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说，过往来说，我们很常就是认为说，哎呀，其实可以跟美国一起合作啦，或者是我们州跟州之间，其实他们内部是有一些的矛盾的，但现在因为川普，我们开始考虑废除了审计贸易壁垒啊，或者是提高生产力啊，我们也开始重视我们自己的国防了，这一些都是川普带给我们的。没想到他变成了加拿大的川建国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讲法。好啦，卡尼的胜选，现在他讲了要跟中方一起好好的来谈一谈，中方也说呢，准备好要跟加拿大来改善关系。当然了，彼此就是必须要相互尊重、平等、互惠，在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上发展关系。而目前呢，美方也开始有一些松动对华的情绪，在加拿大这次的选举当中也被发现了，有好几名的华裔候选人他胜出了。其实呢，现在在整个世界对中的一个看法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今年的金砖会议，很多人说应该会很好看，原因是因为呢，现在习近平访金砖国家的新开发银行的时候，有强调要坚定的维护自身的权益以及国际上面的利益。那当然啦，金砖国家基本上大部分非美国家都在讲，川普的关税真的影响很大啦，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再起，这一些我相信不管是哪里的国家都有相同的共识。可是大家也在讲啦，金砖国家谁做头？中方做头。所以呢，当 G20 跟金砖国家在今年的这个开会的会议上面的时候，大家就开始互别苗头了。去年其实已经这样，但今年川普当选之后，整个全球环球的氛围又不同，所以呢，更多人在看的是现在的 G20 金砖国家有没有可能趁虚而入，因为里面有些重叠，而且里面呢，其实有一些人现在也开始思考，是不是应该要多方押宝。来请教一下赖老师，您怎么样来看？现在是卡尼胜选了，强调绝对不会跟川普屈服。加拿大人不会，过去也都不会恨美国，美国人也不会恨加拿大人，他们有点像兄弟一样，家人，对，像一家人。而加拿大过去是依赖在美国的保护下，对，在国防安全的保护下，在经济方面，美国跟加拿大来讲，美国是加拿大的最大的一个顺差国，对，所以加拿大人在过去卖很多的这些电啊，还有天然气啦、石油啦等这些，还有一些矿产啊、木材啊，给美国，你也从美国那边获得很多的优渥的利益，来让加拿大人也过上好日子。对，所以过去加拿大就像小弟一样追随着美国，然后美国要他干嘛他就干嘛，美国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今天加拿大人突然间真的感受到，尤其是自由党，他真的感受到是川普是玩真的，不是玩假的。川普说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51州，不是一个开玩笑的话，是真的。
因为他们感受到川普想把加拿大并吞，他们要加拿大人的土地，要加拿大人的水资源，要加拿大的矿产，要加拿大的这些木材等等，他要加拿大的一切。这样的情形就让加拿大人开始感受到有危机感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发觉原来他们在美国人眼中的加拿大是如此的可欺负，所以他们一而再，川普就一而再再而三的羞辱加拿大人的时候，加拿大人突然间领悟到觉醒了，说原来我们在美国人的眼中，在川普的眼中，我们是如此的不堪随意他羞辱，因为他羞辱杜鲁多，等于是羞辱这个加拿大人。即使加拿大人不喜欢杜鲁多，即使这个自由党他的民调支持度只剩下20%，他在选举中，如果今年9月的选举，他是稳定的落败。但是对外来说，他还是代表加拿大的政府，代表加拿大的领导者，而他受到川普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的羞辱的时候，这一位总理竟然还去跪趴跪舔。那一旦跪舔的时候，川普的羞辱就更加的严重了。这个时候也让杜鲁多开始感受到他已经引起了加拿大人对他的不满，因为他已经把国格都丧失了。所以杜鲁多就辞掉了这个总裁的身份，开始反过来跟川普对抗，声望就回来了。这代表什么？代表加拿大人生气了，愤怒了。好，现在卡尼当选了，卡尼他有强调，他还是要跟川普接触，要跟川普对话，对，要跟川普谈判，但是他是反川普的。那你想，川普的个性，这两位一旦见面的时候，精彩可期。期望我们的观众朋友在他们两位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看他们怎么样来较量这个是一定是很好看的一个画面。因为卡尼说我要用强者的身份来对川普，您认为川普很愿意当一个说我被你打趴然后屈服的一个老先生吗？还是他要更强呢？看他们怎么演这场戏吧。是，请教一下小舰长。其实我们礼拜天的时候就在节目里头讨论，卡尼是不是会当选？那个时候我拿出了非常多的民调的资料，那也就是其实是看好卡尼的。卡尼当时从杜鲁道手中接过来的时候，杜鲁道的这一个支持率呢只有22%。那实际上他的对手保守党的党魁呢，他是42%。我们现在看到了结果，这个才是真正的逆转胜啊！为什么逆转胜呢？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助选员叫做川普啊。那川普其实他如何的去践踏加拿大，其实就让的这个卡尼得到多少的支持。那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状况，其实还有其他国家的领袖也是如此啊。举个例子来讲，例如说石破茂，他也不是那个美国说什么他就做什么，这一些国家的领袖全部都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所以我们台湾人不要一厢情愿，觉得好像时间到，我们现在当舔狗去舔美国，那未来如果有一天我们需要美国的时候，美国会来帮我们？不，他只会更快的把台积电、把联电这一些高科技产业全部弄走，然后眼睁睁的看着我们那个怎么样破败啊？那我们讲到说，其实这一连串的这个国际事件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一个靠大国其实是不可靠的。那唯有自立自强才是真正的可视可依靠的力量。请教一下郑老师怎么看？川普说真的是历史性的一个出现了哈。这个世界过去在美国主宰之下就是一个金字塔结构，美国在上面，然后就 G7、G20， 其他一些发展国家提供原材料，然后被他们吸干榨尽这样，大家怎么会受得了？可是每一次反抗，美国人就是铁拳出击，像伊拉克、像叙利亚这些，包括过去的这个利比亚，都被他打得非常非常的惨。包括日本，你在经济上要反抗，就把你打趴20年爬不起来。所以全世界当然是敢怒不敢言，
但没有料到川普这一次他自己自顾不暇，金砖4国现在到金砖5国，当年是一个机会，本来是弄，没想到越弄假成真，因为是这一次川普自己忽然间给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要不然搞不好还要10年20年才慢慢才有可能。那既然这种机会来了，当然千载难逢。习近平这个动作很清楚啊，他希望说这个新的开发银行能够资助更多的想要发展中的国家，慢慢把过去从 IMF 这个国际开发银行这些控制的美国这个系统能够分离开来，形成一个可以跟美国对抗的力量。当然，我们也不能够什么都往好的方向看哈。像这个金砖5国里面，印度就是非常麻烦的，印度是很投机。从他自己的国家角度，他当然也希望说能够他甚至说他们一定要超越中国，能够当世界独霸。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一波中美对抗的过程中，美国下去，中国起来，对印度来讲也不是一个他们很乐见，所以他们就左右摇摆投机。但是总的来讲，这个世界的大事就是希望能够脱离美国之外。你今天美国的所谓的自由贸易。结果呢，他赚的时候，他就跟你提倡自由贸易，叫你要门户洞开，让他到处去你家抢东西的自由。等到他不行了，他搞保护主义。所以我看中国当时以为这些人说好，我们来玩真正的自由贸易。但这自由贸易后面更重要是公平贸易，大家互济有无，共富共荣。大家如果这个慢慢就，当然如果没弄好，也是形成另外一个剥削体系啊。希望中国大陆在善用这些非洲各个地方的这些资源的时候，也能够协助他们。大家慢慢发展起来，这一点其实琢磨做了不少。那如果这样，就能够跟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剥削体系的、专门吸人吸血的，我们刚才讲到前面那段华尔街，那个华尔街那个股市像样吗？全世界最好的资本全部都被他们弄走了，全部的这个大作人玩那个游戏，然后把这个资源卷得光光的，那个贫富差距是高度的不合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习近平他们就逮到这个历史的这个大的机会，重点是。你要有这个实力，你要有这个企图，你要有这个使命感，才有可能把这个东西弄起来。当然，某种程度也是被川普逼到不得不，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加拿大，多么好想呢与邻为善，哪晓得变成是这个邻居反目，都是被川普逼的。但这个逼，就像一开始讲了，川普的贡献，我认为是相当这个负面示范，给这个世界带来新的可能，展现一种新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还是希望说，台湾一定要掌握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也是苦美久矣，跟全世界其他很多国家一样，只是我们沾了一点甜头，然后洋洋自得，然后毫不自觉，到现在还是要跟着美国去送死，一定要这样子吗？所以我们在这边是呼吁说，台湾的这个我们这些人一定要看清这个世界大的格局，看到美国独霸的世界那个已经破了，一去不回了。新的可能，当然，这新的可能有很多风险。美国人不是吃素的，可是你总要一赌嘛，你不可能再像永远这个下去。而且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如果你赌错了，你赌输了，你站错队了，你后面的后果是很难说的。为什么大家在绷得这么紧的时候，这时候你站过来，你想想看，对中国大陆对这个要反美这个系统是多么大的贡献？尤其台湾虽然有一个枢纽的位置。有机会给你表现，你不表现，